不少朋友啊跟我敲碗，希望我讲一讲怎么样改善低血压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吃了很多的降压药，但是血压还是高高低低，一不小心就飙上去了。哎呦，我的朋友就是安尼呢。这种情况啊，其实是不少见。有些人啊，一心就想要压下去他的血压，结果呢，却变成了低血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一集我就来和你好好讲一讲高血压、低血压，让你不再盲目吃药，花了钱看病还没得到什么效果。胡乃文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这一集要和你分享：一、低血压也会脑中风，一血升血压；二、血压低常晕眩，一碗粥稳定血压；三、高血压为何不是病，竟能保命；四、番茄加它一起吃救高血压；五、非有氧运动，一动作降血压最棒。低血压也会脑中风，一血升血压。大家都担心高血压容易引起脑溢血中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低血压同样能够引起脑血栓性的中风哦。干嘛呢哦？是真的哦。脑血栓型的中风是什么呢？就是脑里面的血管被血栓堵住了，导致脑细胞啊缺少血而中风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低血压也可能致命。早期的症状是会头晕，常常感觉到累累的，尤其下午特别的疲劳。低血压如果没有控制好，严重的可能导致昏倒、休克，甚至于死亡。低血压的原因很多，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种：一、姿势性的低血压；二、气虚引发的。第一种姿势性的低血压，你有没有蹲下去、站起来，或者是坐着一站起来，哎，人就感觉哇，头很满哦，头晕眼花，这种现象呢，就是姿势性的低血压。该怎么办呢？先坐下，好好躺下休息，通常就会好转。但如果你是严重到没有意识，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僵扑，身体突然的变得僵硬了，然后帮倒下去了，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危险。低血压反复发作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第二种是气虚引起的所谓的低血压，这样子的人呢，西医就说是贫血了。我临床看到这类的非常的多，他们容易脸色苍白呀、怕冷啊，讲话没有力量啊，容易出虚汗。如果你的家人有低血压，我很推荐你到中医去调理。小编问我，他说：“西医难道不能治低血压吗？”西医啊，对低血压的处理啊，是针对紧急的、急性的那种状况，没有办法做到根本的改善低血压。中医就不一样了，它最高明的地方呢，就是针对你的体质，给你客制化的调理，帮你从根本上来改善低血压。该使卖加油啊，好血压更加高。当然有啊，有一个升高血压的急救穴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内关穴啊，我常常介绍的。对，内关穴啊，它是血压能够升高，还有呢，能够舒展心胸胃强心的作用。内关穴在哪里呢？是在手腕啊，这个横纹往上3只指头，手腕往上横纹3只指头，在2个筋的中间这个穴道。这个穴位呢，它可以治疗所有心区的毛病。所以，假如你有心悸啊、心律不整啊，按内关穴也能够发现到很有效果。这个方法算是一个急救良方，帮助你把血压短暂的升高。如果你的低血压是长期气虚所引起的，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怎么样能够从生活上来调理。晕眩、贫血又吃素，补血粥稳血压。气虚引发的低血压的人，生活习惯是脱不了关系哦，像是营养不良啊、长时间久坐啊、熬夜啊、过劳啊，这些小毛病一不注意，都会加重气虚，导致血压不会上升。想稳住血压啊，来补元气，介绍你吃一个叫做补血燕麦粥。上次啊，师傅，你煮给我吃，我吃完以后，整个人就像被打满气的气球，能量满满，血压也稳定多了。那当然啦，我很用心呢。这道补血燕麦粥有什么特别的呢？
它有补血最关键的营养素铁啊、蛋白质啊，还有制造血红素的最重要的东西叫做绿化血红素。这3个角色结合起来才能生成血红素。那这道粥有5种食材：燕麦、鸡蛋、红枣、深绿色的青菜，像是菠菜呀、绿色的花椰菜呀，还有地瓜叶啊等等，还有牛肉。这里头最重头戏就是燕麦，里面的铜能帮助铁和绿化血红素结合，加上鸡蛋的蛋白质就能够补血，不但营养丰富，而且很美味哦。你别小看这个粥的食材，看起来很普通。我曾经在大概30多年前给一位老先生，那个老先生他的血红素只有6到7之间，结果呢就吃了20多天，竟然上升到了14。这样的血红素呢，对男人来说已经就接近正常了，而且他的气色呢也变得更好。真赞呢，难怪你要推荐给低血压的朋友。是啊，血压低的人，你把这个粥当作正餐吃，一定可以改善很多。如果你有高血压，而且正在吃降压药，要注意血压的变化。当出现低血压的症状，也要注意哦。接下来我们来谈高血压。高血压为何不是病，竟能保命？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看过有一本书，就叫做《高血压革命》，而且我自己呢，在20多年前也写过，高血压不是病。高血压的人你是不是担心停止了吃降压药，血压就会飙升？高血压的药要吃一辈子吗？西医把高血压当成病，不过中医看高血压呢，根本不是病，根本不是病。更惊人的是，高血压的根本原因竟然是血压不足。是安怎？我来跟你说血压的作用是什么？血压是把血液要送到全身各处需要的器官，例如送到脑、送到心脏、送到肾脏、送到肝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呢，血液就供应不上了，器官就能出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心脏就会开启自救模式。这个用现代年轻人的语言自救模式开启了，让心脏加快跳动，或者是提高血压，目的就是保护那些器官。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拼命的吃血压药，那把血压降下来了，根本没有找出根本原因，那么可能导致永远的血压变高，叫做高血压了。那你就恐怖好，比如脑部缺氧的人吃降压药以后，血压是降下来了，但脑部得不到足够的养分来供应，心脏就要更努力的把血用力的压上去。久而久之呢，心脏呢要用很大的力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让心肌变得更多一点。这个时候心脏扩大，心肌扩大，就可能发生了永久性的血压高。万一脑血管有脆化，那个脆化的地方一破了，就是叫做脑溢血中风。所以不要盲目的吃药来降血压，一定要找出高血压背后的真正原因。我之前有做过一集高血压不用吃药的原因，你可以去看看哦。番茄加它一起吃救高血压。担心高血压的人一定还会问我，那要吃什么才能降血压？有没有快速降血压的食物？推荐你一个红彤彤圆滚滚的食物，叫做番茄。意大利有一句话说，番茄红了，医生就脸绿了。番茄的厉害不是说说而已。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刊登一篇研究，他们追踪了7000多个受试者，3年每天吃半颗番茄的人和吃不到44公克番茄的人相比呢，高血压的风险竟然是降低了36%。番茄这么好是啊，关键就是番茄的所谓的茄红素，它有2个作用：第一，抑制让血压上升的荷尔蒙；第二，能防止低密度胆固醇的氧化，让血液流得更顺畅，就能稳定血压。番茄怎么吃才好呢？它跟油脂一起料理，吸收率可以提升2到3倍。番茄炒蛋、番茄煮豆腐，可以做成便当菜，真赞呢。家里有高血压或担心血压的人外食点餐，番茄把它点起来，保护心血管的健康。
非有氧运动一动作降血压最棒，跑步、骑脚踏车可以降血压，但有一种运动效果更棒。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，他说靠墙深蹲是最棒的降血压运动。蹲着不动就能降血压？这就是他说的，这叫做等长运动。肌肉它有用力，但是呢却不移动的状态，这就叫做等长收缩。靠墙深蹲就是一种所谓的肌肉等长的运动。等长运动呢，肌肉收缩时会压缩血管，放松后血液回流，血管就扩张。常常做等长运动的人，他的血管弹性就会变得更好，更能够减少钙的流失，降血压的效果甚至于比跑步还要更好。古人老早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头就提出这样子的养生方法，他说披发缓行，广步于庭，就是大步的走，等于在做等长和等张运动，都一直在交互着做的，帮助气血流通，是不是很有智慧呀？我们来做靠墙深蹲。一，背靠墙，双手放在两侧，双脚离墙壁30公分，身体靠墙，想象你坐在一个椅子上，身体沿着墙壁慢慢下降。二，大腿和身体保持90度，如果是大腿没有力，蹲不下去，不要太勉强，接近90度就好。三，维持姿势停留30秒，大腿有酸酸的感觉就可以。你每天可以做2分钟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再接着做，每周至少做3次。这个动作呢，还能让大腿的肌力更强壮。这么赞了，我来推荐给我朋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捐款赞助我们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开始了，不用除了。好，除了不但让血压稳定，不用除了，将不但开始。不但这个运动，我也没有思考一下这个地方。这样的剪进去呢，哈，这个要剪了哈，姐姐要剪。小编出谁了哈？